养绿植也好，养多肉也罢，我们都避免不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修剪。很多人觉得修剪很麻烦，养花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修心养性的过程，我们就是在享受这个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成就感，享受一种新的生活态度。修剪就是让花变美，也是让我们心情变美丽的一个操作。修剪好了，我们就拍照留念，记录美好的生活。那么具体是什么时候需要修剪，要怎么修剪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影片开始前，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今天介绍一下修剪的5个原则、3个注意事项以及常见4种花卉的修剪方法。今天的内容看懂了，解决以后95%的修剪问题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1、植物修剪指南。1、开花前不剪，开花后修剪。我们养的所有的植物，它在开花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定的条件，比如说枝条老化了，它才会开花；比如说从枝条上长出来的新芽，新芽顶部开花，这就要求我们在某一植物它要开花的时候，或者是看到植物已经开花了，尽量的不要去给它修剪。如果这个时候你给它修剪了以后，就会导致它本来该开花的时候直接去长新芽了，最后你就看不到它开花了。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开花不能修剪，开完花以后我们就要去给它修剪一下，控制整个株形，让株形更加好看，而且能够减少养分，让它重新萌发新芽，到时候再次开花。2、观察植株状态。为什么要观察植物状态呢？如果您的植物长势非常的好，您可以给它修剪；如果您的植物现在不生长，处于将苗的状态，或者是在它休眠季节，那么您就不要去给它修剪。这个时候给它修剪只会导致它出问题。我们要在植物长势旺的阶段修剪，这样它才会快速的去萌芽，才不会导致枝条出现回抽等情况，你养的植物才不会出问题。所以一定要遵循这一点。3、根据株形。什么叫做株形呢？就是植物整个植株的状态，观服好看，也就是我们养盆景。保持株形就跟人自己的头发一样，长长了我们就要剪，不剪就不利索，不好看了。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去理发，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发型更加帅气，更加漂亮。除非您就是想要它保持一直长的样子。养植物也是一样，它的枝条长得很长，直接垂下来非常的难看，但是有人就喜欢这种样子，这种情况可以留着不剪，就像有的人就想留长头发，那您就可以留着不剪，让它肆意生长，这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养盆景大多数都是养的观赏叶子，然后提根也好，去做造型也罢，都是要保持良好的形体。所以观叶植物在它正常生长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定时给它修剪，枝条长长了及时的短截，根据形体去给它合理的修剪，到最后一直保持这一个形体，才能把它养成一个好看的盆景，达到理想的观赏价值。一般情况下，大部分的盆景都是养的观叶植物，它们如果也开花的话，在开花之前就不要给它剪了，开完花以后再去给它强修剪，把整个植株的株形修理好了，到时候也能保证非常的漂亮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盆景类的观叶植物，随时剪它都是不会出问题的，只要生长就可以。4、换盆修剪。为什么要换盆修剪呢？我们去花市或者从网上买花，买到的都是直接在一个小盆里养的，或者是用不好看的盆，我们都要去给它换盆。比如自己家里养的久了，根系长满了，我们也要去给它换盆。换盆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修剪，一般我们换盆都会伤根，这是因为本身它盆里的根很多，去供应整个观服生长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换盆的时候容易伤根，根少了，吸收养分吸收的少了，它就供不上上面的观服去快速的生长，而且换完盆以后缓苗就比较难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换盆的同时去掉部分土壤，伤到一部分根系以后，我们把整个植株的观服稍微的修剪一下，长枝条短节，细枝弱枝剪掉，这样减少养分的消耗，它就能够快速的去缓苗，把根系长好。根系长好了以后，才会长出更多的枝条，更多的叶片。换完盆以后，只会越长越好。5、定期修剪。
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养的花也是要定期的修剪的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比如我们养的花，有的枝条干枯了，有的枝条枯萎了，这个枝条一定要给它剪掉，放在上面不好看，它也不长芽，留着没啥意义，而且有可能导致它继续回抽，继续枯萎。一般这种枝条修剪完了以后，最好在伤口上涂抹上一些多菌灵，防止它继续往下蔓延。再一个就是底部的瘧芽，一般我们养的植物都是顶部有一个大的冠幅，底部长出来的芽子都是由于光照不足，会长得非常的细，非常的弱。而且开花的植物底部长出来的瘧芽，它也是不开花的，因为光照遮挡住了，开花根本开不起来。即使能够开花，最细弱的枝条开花也不会强。它在下边长着单独的消耗养分，而且还不开花。由于它离的底部的根比较近，养分供应的太充足了，导致上面吸收不到养分，上面就长得不好了，开花开的少了，纯粹的占着茅坑不办事。我们留着它一点意义也没有，还不如直接把它剪掉。所以平常修剪就是修剪一下枯枝烂枝和干的枝条以及黄的叶片，及时的将它们摘掉，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。学会了修剪的5个原则外，还需要有4点注意事项，否则可能前功尽弃了。2. 修剪注意事项。1. 按照季节的不同和花卉的品种对其进行修剪。花卉开花之后要及时修剪，剪掉衰败的残花和残枝残叶，及时清除有病害的枝叶，为日后花卉的2次开花做好准备。2. 在花卉的生长期内，也要注意定时修剪枝叶，剪去过密的、徒长的以及长势不好的枝条，以免它和正在旺盛生长期的花卉争夺养分，不利于整株花卉的生长。3. 一般来说，1年生的花卉可以在花期之前进行修剪，也可以在花期之后进行修剪。一般落叶灌木应该在秋季植物休眠期到来之前进行1次全面的修剪。对于杜鹃、栀子这种2年生的花卉，注意不要过分修剪，以免影响植物开花。4. 还有就是新的幼苗花卉不要过度修剪，已经生长成熟甚至已经到老年期的花卉，为了促进其新陈代谢，要适当进行修剪。修剪枝叶的时候要遵循先上后下、先弱后强的原则，修剪的切口要和茎部成45度角，如果修剪的切口过大，还要用蜡等进行紧急处理，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。3. 修剪案例。1. 三角梅修剪步骤。如果三角梅的基本树形没问题的话，那就修剪徒长枝条，剪个干净利落的蘑菇头。另外，病枝、枯枝、交叉枝都要剪掉，让三角梅植株内部通风良好，后期就会长势旺，少生病。为了让三角梅的枝条生长的粗壮、均匀，细弱的枝条、接受不到光照的阴蔽枝、朝内的枝条、下垂的枝条、内堂枝，统统都要剪掉，使得留下的枝条都是健康粗壮，能够接受到光照的。剪的时候，剪口和芽点的距离要适中，而且斜面不要太大，以免影响小芽的生长。如果你对自己的三角梅树形不满意，那就要对其进行塑形。还有更狠的，从主干分支处留25公分左右剪，注意，这是大神级操作，小白谨慎尝试。剪完后多晒太阳，三角梅就会很快发出新芽。等每个新芽长到5-7对叶子的时候，继续打顶，促进分支，就会开成大花球。之后，等三角梅每次开完花都要进行缩枝，每根开花枝条都剪掉1/3。2. 玉树。如果你家的玉树株形特别丑，还是建议大家把玉树剪出干净利落的树形，剪下基本影响枝条的侧枝，只留一根比较粗的主干枝条即可。砍掉后，剩下的侧枝残余要把它的芽点削掉，避免以后再生出侧枝，浪费养分。接下来剪掉2根内向生长的枝条，这些枝条影响通风，而且比较丑，妨碍造型。然后我们再继续把徒长的枝条短截一下，期间底部多余的侧枝都剪一下，避免浪费养分。最后修剪完毕的玉树老桩是不是很干净清爽呢？注意，修剪完毕后停水至少1周，伤口不能沾水，以免腐烂。3. 月季。打掉过于密集的芽，每个芽点只留最一个芽，让营养更集中。去除植株向内部长的芽，只留下超外的芽点。
藤本月季则可以留着朝上的芽点，修剪朝下的芽点，剪掉太弱的芽，留下强壮的芽。4. 杜鹃。杜鹃开花后不太需要修剪，只剪掉残花和花托就行。不久之后，新芽会在开败的地方冒出来，让它们自由生长到大概6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再统一修剪一次，打一下梢，让枝条都长短均衡，形成漂亮的球形或者扇形。但是对于那些黄叶、落叶、生虫、掉苞等有问题的杜鹃，或者想要塑形的进阶伙伴们，则可以修剪得狠一点，让杜鹃多恢复元气。有烂根的，同时要修剪烂根。总结，养花修剪没有太多的道道，照花花说的做，基本上你的肉都会株形漂亮，盆盆爆满，而且更加的不容易出问题，到时候开花的性能也会强。花友们如果还有其他的修剪妙招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